你知道吗，老婆？如果单看这些招牌的话，哈，你肯定以为我们会在国内的某个3、4线城市，但是不是？我们现在在宇宙的中心，纽约。这是纽约的法拉盛，一个著名的华人网红街区。纽约消费本来就是非常高的，这次我们就准备来做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在纽约消费1000元，体验贫穷的一天。准备出发吧。这里大多数生活的都是一些拉丁裔或者你看这些华人，他们在排队在干嘛呢？这么多人呢？问一下呢，这是在干嘛呢？65岁以下有65不到65就不用问了，换低价半价卡的。哦，这是办半价卡的哦，公交卡吧？对，跟我们那大爷大妈没啥区别这些都这洗锅的呀？对呀，你在做抖音吗？对。This 8 hour, this very difficult. 哇，这哥们儿可以这中英双文在卖那个洗锅，这很国际化，多一份技能就多赚钱，很 international 有没有？厉害！哇，他们这里在干什么？这是 cosplay 吗？今天是 cosplay 吗？对，是活动。活动哈，哇，好帅啊！我也 cos 过3次，违和吗？没觉得吗？我们这些00后是最喜欢2次元的。对，00后就是有活力。我们还是先到法拉盛来吃个早餐吧，老婆。这里有些啥早餐呢？我看一下呢。包子。这个包子多少钱嘛？6块钱4个豆浆是多少钱呢？豆浆2块钱1杯。好，来个豆浆，来一个吧。包子这包子个儿倒是挺大的。你先尝一下。肉还可以哦。鲜肉包。好喝。多少来的？8块。60块没了。不要想这些负能量的东西。有道理。我去，我才看到这个水饺的价格。现在我们就继续去坐一下他们网红地铁，准备去他们中心城去逛一逛了。走吧。单程票。单程。2个小时。然后用信用卡。信用卡吧。3块2毛5，那2个人不是6块多钱喽？我操！这早上一出来1/10就没了。新阴影。负能量爆炸，灼痛。这纽约也太硬了吧！好，我让开了。Transfer to the M86. Thank you. This is American Express 7 local train.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他们市中心看，多繁华在这里我们逛一下吧，老胡顺带消费。哇，可以这里够繁华的呀。奢侈品都摆摊卖我在对面才看到真有人买可以你知道吧？在之前我一直抱着一个信念，我会觉得时尚之都人所有买的东西都是真的，结果还真不尽然。人性嘛，是一个挑战来看这里，看到了吗？这个从下面起来的热气就是很典型的纽约的一个标志，很多地方都看得到这个。其实这个蒸汽好像就是给那些大楼加热所用的，整个系统都在地下，所以说在这里冒出很大的一个水蒸气，而且特别烫的。这是一套巨大的商业系统是美国最大的几个能源公司之一你知道那个幕后老板是谁吗？肯定大家都认识，爱迪生。发明电的那个嘛。对，就爱迪生除了是一个发明家以外，他也是大资本家，牛逼
这横街啊，你就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流浪汉，看到吗，老婆啊？哇靠！我去，哇，老公，你闻到了吗？好生猛啊！这是我闻到最猛的尿骚味。哇，直通鼻腔到大脑。哇！骑行大部队又来了呀！这里，哇塞，这公路上，喂，太牛了这个！哦呦，这么多呀！这多少辆啊？哎呦，好飞哦！哇，好狂哦！哇，这个街区在干嘛？哇，是这哥们在唱啊！哇，可以啊，老婆啊，这是爵士吗？哇！哇，好悠闲啊！这是个集市啊，老婆，看一下有什么好买的。这个集市还有打麻将的，这啥意思啊？这个是赌神吗？哇，这是中世纪的造型吗？哇，好帅啊！哦，这个 cosplay 很硬啊。这个看着好像是个美国特色呀，芝士饼。They have one origin? Only cheese? Yeah, only cheese. How much? $9. OK, $9. 这是预制系列啊，老公。是预制的吗？哎，是的。我看上面还有冰嘞。嗯。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哇塞，这个有点烫哦，老婆。芝士玉米饼啊，来，怎么了？怎么了？铁子先吃。哦，我怎么了？真的。天，业务太越来越不熟练了。尝一下了吗？来，然后尝。哎，还可以。很拉丝的芝士，就是玉米饼啊，放咸芝士。有点太单一了就。对。60人民币一个。这还是摊位上的，那不是摊位上更离谱。哇，看看这芝士。其实你说好吃吧，真谈不上这个。玉米饼还可以，芝士我不喜欢咸的。铁子们都知道，你乔治哥最喜欢吃点。有点渴了，还是买瓶水喝吧。How much for this one? All the flavors are $9. Oh, $9. Yeah, we have everything. OK， 你找一下有没有9块。So it's $9 plus tax, but since I don't have change, Okay. we round to 10. Is that 哦 okay? OK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这姐们脸皮还是挺厚的，她脸皮比我们厚，她肯定会收我们10块，她找你1块钱啊。你一定会把它投在小费箱里面去。但是我们当时想的是就是不从，就找了1块，老子就揣兜里了。结果他更狠，他直接跟你说，他看到你要给9块的时候，他突然就说我要10块，还有1块钱是税。人家这个玉米饼的这姐们就给了20，就找11，我11直接就揣走，没有说税的问题。这就完了呀，70几就没了。这个冰占了1半，起码1半多。对啊，可能纽约冰贵吧。我觉得纽约柠檬贵一些，可能。一片干柠檬。诶，看来是到回血的时候了。这别人的帽子掉了吗？我看一下来。合适吗，老婆？回本5块。回本10块，这个帽子在美国5块钱怎么可能买得了？万一在路上你碰见掉帽子的时候，真的你是黑哥们的话，哇，真的你到时候就不是回本10块5块的问题了，哥。是忽然间后怕，是不是？对。这里又在干嘛？这全是土耳其的国旗，还卖土耳其的美食。哇，那里还在跳舞啊！我去看看来。这警察跟他一起跳吗？哇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China? Teşekkürler. Rica ederiz. Teşekkür ederiz. Güle güle. Güle güle. 咕嘞咕嘞。哇，好热闹哦！他们的聚会，他们应该都是陌生人吧？
对，我觉得这里的土耳其烤肉绝对是最正宗的呀。你看那边，要不要来一份？哇，这排队排这么长啊！你还记得吗，老花？土耳其是我们百国旅行的第一个国家呀。哇，对哦。必须从不多的预算当中抽出一点来支持一个土耳其烤肉，是吧？哇，回想起来，你不觉得好像过了好久好久一样？对啊，我觉得是上辈子的事情去了，但其实就是4年前的事情，2021年，这不也恰好嘛？就昨天就是我们百国旅行倒计时4年嘛，又回到了原点。对，哦吼！我感觉这前面哈，起码要排半个小时左右吧。我们啊，新研究了一种饮料，这刚刚不是有冰吗？再把这个茶倒进去，再加上柠檬，不就是变成了柠檬冰茶了吗？又变成茶是我们自己从家里带回来的，回本5块，快排到了。这个烤肉绝对好吃啊！这4星上将也在吃这玩意儿啊，在排队，看到了吗？好正宗。哇塞，这牛肉多的呀，看着好爽啊！哇。Okay, that's it. Yeah. Everything? Everything. Teşekkürler. 走。哇，老婆，来尝一下5星上将推荐版，4星上将也在吃这玩意儿，尝一下。这确实比美国那些小吃好吃啊！这牛肉烤的真好。哎，别忘了还有这个。对，这是他们的饮料，我们也买了一瓶。这一共哈，花了15美金，100人民币没了，我参考。酸奶，咸咸的，咸味的酸奶喝着还不错，一点点咸味。他们这里其实在纪念81年就被刺杀的一个土耳其的外交官，后来逐渐就成了他们象征着团结和坚韧的一个活动，每年都会举办。其实啊，你知道吗？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面，是生活着各种种族的，就完全是一个大杂烩啊。如果说他们的种族不团结的话，真的是会被逐一击破的。所以其实啊，他们这种聚会就代表，哎，看到没有，也土耳其人不好惹。是啊，我在这有一定地位哈。对对对，实际就是这样。不要欺负我们的族人。你看那美国军队里的应该是高官吧，就都会过来给他们站台嘛。他们确实足够团结。这里可就厉害了，就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博物馆啊，整了一些低端的，我们也在整点高端的噻。这个好像是19世纪哈，在法国啊，有几个大资本家 ，Hello my friend， 和几个大艺术家撺掇出来的，就他意在哈，就是让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哈，加一些艺术技能点。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加一次艺术技能点到底多少钱？这大厅里显示，加一次艺术技能点，老婆，30美金，怎么样？我拿出了我的法宝。有没有其他办法？那你不用管我们了，你把东西拿好了。走吧。哦，thank you。真搞定了，这个。这么某宝买多少钱28一张票，RMB。好不好？有点艺术感。哇，这一进来这个展馆就很帅啊，全是中世纪的铠甲。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好像就是国王的铠甲，这是国王平时用来参加比赛的。这个铠甲啊，33公斤重，我去，跟我们的包差不多重。这些铠甲诞生的年份啊，全部都在我们明朝时期啊。嚯，这个像机器人一样，像不像？这个是伊丽莎白一世宠臣的一个盔甲，他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看这个造型，有没有觉得很眼熟的感觉啊？这个奢侈品绝对是借鉴了这个的。来看这套盔甲，这个是我们明朝时期哈，英国国王亨利8世所穿的盔甲，这好像是他年轻时候穿的，这个好像是他的老年时候穿的。对，这年纪大的时候穿的。能看出来区别吗？国王吃很好啊。对。他因为体重过重，并因痛风而行动不便，所以就给他特制了这个新的盔甲。难怪哦。我觉得我是他的继承人，以后请叫我亨利9世。你继承了他啥？痛风。这里好像就是一些日本的盔甲，哎，
我看了一下介绍哈，也是跟刚刚那些欧洲的盔甲是同时期的呀。哇，但是我觉得日本的盔甲看着好阴森哦。对，这不像打仗，感觉像跳大神的。确实。哇塞，你们知道这是哪儿的宝剑吗？这好像是把伊斯兰的宝剑，太漂亮了吧？这应该不是打仗用的哈。这当然不是打仗用，这个打仗用的，这全是宝石啊，到时候爆一地装备啊。再来看这里，这里就是绘画区了。你看那么多人围着这一个拍照，你们就知道是谁了吗？文森特·梵高，终身郁郁不得志的画家，这是他的21幅自画像之一呢。他的这幅自画像哈，我觉得按照现在的价格的话，大概在10亿人民币左右吧。对，但是他的作品95%哈已经被这种博物馆收藏了嘛，这流通的大概只有5%左右了。97年还是98年的时候，曾经交易过他这种自画像，就按照现在的市值的话，就是10亿左右。梵高37岁的年纪哈，他的所有的画像在他生前只卖出去过1幅。对对。关键这幅画哈，你花10亿买的话很值得，因为它是买1送2的。你看它背后嘛，这里还有一幅。你可以不懂画没有问题，老婆，但你应该要懂这个玻璃罩，知道为什么吗？一会儿我们再去看其他的东西。来看这里，这就是莫奈著名的睡莲，但是比起来，他连一副玻璃罩子都不值得拥有的。来环顾一下四周吧，你以为的画展应该是那种人人穿着礼服，打着西装领结来看，但实际上你看，这跟卖菜一样。看到那里，梵高的自画像了吗？这个就是现代艺术馆了，有没有觉得太劲儿抽象了？这完全看不懂他画的什么。你看仔细看看吧，这些真的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感觉像是乱画的一样。据说这种现代艺术哈，都是他们进入一种特殊状态以后画出来的。至于怎么进入这种特殊状态哈，我就不方便多说了。对啊，所以这种太抽象了，我们很难去理解他们的意思。只有同样进入那种抽象状态的人才看得懂，真的不能直说了，这是。这上面好像就是中国馆了，很难相信在纽约啊。这个是复制的还是毛过来的呀？这是孔雀明王，明宣德时期的，好漂亮啊！哇，你看那个爪子啊，栩栩如生啊，真的像那个泡椒凤爪一样啊。你看这个雕刻多精细啊！老龙这个见者无灾啊，这是化解灾祸的。哇，厉害！哦，这是中国的。哇，你们应该在课本里面见过这东西吧？我感觉一模一样。唐三唐三彩彩仕女骑马俑，这些全是西周和商朝的东西，距今已经3000多年了。这青铜器是真漂亮啊！这些都是清朝时期的，上面写着呢，康熙54年制，编钟夹钟。来看这个，这个也是乾隆时期的一个艺术品，这是一个香鼎，看着太美了。你看这些镂空的位置就是出烟的。对，我觉得做这个的匠人啊，当时肯定就这一件事儿，把它做好了交给皇帝就可以了。而且绝对不是他这一代人只做这一件事儿，可能是10几代人只做这一件事才有这么精巧的工艺。这当时的社会分工得多细啊！什么叫文明啊？这就叫文明呢。这里竟然还有这些照片，那走向共和的人物一个又一个的出现在了这里。溥仪，老佛爷，难怪老佛爷替我们付了车费。我去，哇，这个也太壮观了吧！这个空间太震撼了吧！对啊，这个也太精美了吧！我词穷了，真词穷啊！你看他身上那些珠宝雕的，对，真是巧夺天工啊！哦，这是北齐的菩萨像，我还没注意到旁边呢。你看这个壁画，哎，不是跟多伦多那个很像吗？对啊，哎呀，每个都叹为观止。对啊然后我知道这个是燃灯佛，然后这是北魏的，对你看燃灯佛，好慈祥的笑容啊！北宋、北齐好像都是属于五代十国的。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五代十国的佛像为什么会那么的精美？
后来我突然就想通了这个问题了。五代十国本身就是中国朝代当中非常非常短命且暴力的王朝，就百姓们都过着那种朝不保夕的一个日子啊，所以他们正是对未来没有期望嘛，他们才会把自己所有的期望都放在来世。来世最具象化的体现就是他们的信仰上面，看到了吗？其实，在当时的生活越不如意哈，就你会看到佛像的微笑就越平和。你看整个场馆人来人往的，但是你站在佛像前，你都能感受到沉念渐息，所以我也能具象的感受到他们真的把自己的美好都留在了佛像，留在了信仰上。哇塞，这里太漂亮了吧！唐朝的七金阿弥陀佛像，你知道吗，老婆？前段时间啊，我看了一部非常传奇的考古电影，叫做《发掘》，讲的就是二战时期哈，就英国考古学家发掘他们沙顿船墓的一个传奇经历啊。里面有几句台词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像这些文物啊，看似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但其实它是连接起我们跟祖先的一个桥梁啊。它一部分程度上能够回答我们两个终极的哲学问题，一个就是我们是谁，还有就是我们从哪里来。至于我们要去哪儿啊，就是由我们这一代人去书写的了。文明的痕迹它永远都不会消失，我们在见证历史，历史也在见证我们。我去，这哥们儿真的是人是美国人啊，心是中国心啊，这个身在曹营心在汉了，属于是。现在我们走到的地方就牛逼啦，我们现在不是在曼哈顿嘛，对吧？但是这块地方啊，就是完全是不属于美国的。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看到为什么那么多国旗了吗？联合国大厦总部这块地方哈，理论上来说它是一块飞地，就是它不是美国的领土了。我们准备过去看一下了不？看到了吗？戒备森严。所以啊，这次的挑战，我们将花出最大一笔钱，斥巨资进联合国刺探一番。联合国。Sorry, excuse me. How can I be Visiting? Yeah. Across the street. Okay. Go in that building, they give you the pas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看到没有，铁子们，一下就有了参加今天联合国大会的资格了。这就是身份，走啊，身份的象征。我们继续看看。哇塞，老婆，这个就安检啊，真的是像过一个国家一样，你还得带护照，知道吗？对，就它本身就是这是一个相当于是联合国的一个地牌嘛。对，我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都要取掉。对，进来了，这下，啊，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标志了。这个打劫的枪哈，就是联合国的一个标志了。它预示着整个联合国的一个理想，就是永远处在一个非暴力、只争吵、永远和平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网上打嘴炮，但是我们不要动真格。对，我们坚决不要用武器。看到了吗？那是联合国的旗帜。我们先进来看看啊。哦，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联合国大楼里面了。这里好像就是联合国历任的秘书长，都认识吗？出息了，蹭一下联合国的 WiFi， 看到了吧？免费的。这门口竟然还在举行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展。哦，这不是徐德志吗？看到了吧？刚刚徐德志老师在录像嘛，现在终于回归他的本行了，采访。老师很全能啊。对。哇塞，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你们可能就很熟悉了，是这里吗？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厅呢，就15个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哈，就这开会呢。这是全球和平和安全的核心决策地点之一呢，没有之一吧？应该是，不，经常在电视里看到，对吧？哇，没想到来到现场。对，这好像是旁听的，红色的、蓝色的哈，是15个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你看旁听席这还有同声传译的耳机啊，
看到吗？ The presidency star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it follows alphabetical order. So in January we had Algeria. There's no B, so February was China. For the Chinese guest, we had Mr. Wang Yi coming here almost every day. He's the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in China. He's very well known here. I have many colleagues that are madly in love with him because they say he's very sexy. But I have some colleagues that are like, oh, Mr. Wang Yi is here. And they get really excited about coming to this chamber and seeing him. 哦，现在我们就进到了这个193个国家和成员哈都有机会在这开会的一个地方。我刚刚听他介绍，他说那理事国每年要蒙着眼睛去抓，看谁坐前面的那个位置，这样才显得公平。这里是联合国的一个代表啊，就象征着193个国家，大家都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也门跟美国都是各一个一票啊。这里投出的票哈，就投出的决议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应的，但是哈，它是有道德效应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嘛，就全世界都谴责你了哈，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办哈。所以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你看，我也有，看到没有？喂，雷尔乔是现在从北极穿越到南极，这是一个普通的大航海时代哈。我们现在走到纽约了，记得关注一下，谢谢。敬请期待啊，各位啊！这个有意思啊，和平资金不足，军费暴涨，这是1天军费的开支，全球每天花费3亿美金左右。你知道联合国为我们争取了什么吗？人人都有休息和带薪休息的一个权利。好了，最后到大家最喜欢的联合国购物项目来了。这里真的是联合国开的商店。你看这个水壶，34块钱，大概200-300人民币。实在不行的话，你也可以入手一个联合国的笔记本。我操，吓死了，这个都要80块钱一个。这联合国还出巧克力啊，这太牛了。哎，对了哈。就我们这一路过来，我还从来没带短袖啊，干脆在这买件短袖算了，也当支持一下联合国的和平事业嘛，老婆，怎么样？这灰色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啊，这有点大就是。你这件真的也挺好看的，那就一个来一件呗，老婆。那支持和平事业。好吧。It'll be 55.60 now. Okay. Yup. Yeah, the credit card? Yes, go on. Yes. Okay. Thank you for shopping here. 现在我们已经从那儿走出来了。哎，其实你知道吗，老婆？你看到网络上哈，你会觉得这个时代是最糟糕的一个时代。但其实自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80年以来哈，无论从饥饿程度，或者是战争发生的面积，或者是战争发生的频繁程度上来说，无疑哈，现在我们是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甚至你很难想象，在100年前哈，老婆依然是一个非常相比于现在弱肉强食的一个世界，大家还是谁拳头硬啊，就谁会占领别人的土地多一些。100年之后哈，这个情况基本吧就改变了很多很多。所以我有一种感觉，老婆就积少成多的事儿从来都不会成为新闻的，就我们更喜欢那些劲爆的，一下就突然发生的事儿，刺激的，吸引眼球的。对。听出来这是什么歌了吗？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我们现在就在唐人街，这其实就是《唐探1990》里面就演的那些唐人街。这其实你看到没有，就比法拉盛哈，就古香古色很多。我们去逛逛啊，会还保持一些原来的一些味道。对，哇，你看这些巷子里走着了话，真的有感觉啊。你看这种大招牌哈，一定是灵魂。这些看着都是美味啊。这里啊，而且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最著名的一个唐人街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建立的，正好是那个唐探的时候。哇，他们在排着队吃饭吗？这么多人？那你看各国人都有哎，反而是华人少。哦，这个是好像就是广式嘞。对对对，你看这种炒河粉，那我们就不去凑热闹了吧？今天不是贫穷的一天吗？1938年开张了，
多少年了？90年历史了。哇，来看看这家店。哇，兵马俑啊！哇，这一下真的是穿越回中国了。这个多少钱呢？800美金。哎，别人说我长得很像兵马俑。你长得像兵马俑？像吗？那像兵马俑吗？哪个人说你长得像兵马俑的？我以前那个导游说的，我真的服了。这来都来了，总得消费点东西吧？今天不是1000元挑战吗，老婆？肠粉看着可以啊，银记肠粉，点1份是没有问题的，老婆。我直接来个豆骨黄牛肉肠粉。我来个叉烧肠粉。好，既然都进来了，胆子再大点，加个水怎么样，老婆？点。我们来，好，谢谢。好的，谢谢。这个必须给铁子们先吃。消费嘛，今天咱就主打个消费噻。来吃块肉，铁子们。望铁夫妇的名号不攻自破。哇，确实好香，好嫩啊牛肉。哇，你看我这个肉好多，叉烧。夸张，这个。哇，皮薄。入口即化，这个。舒服。沾点这料，一口闷。再这一口啊！哎，吃饱喝足以后啊，差不多太阳要下山了，还有活动。现在我们就走到了，这是美国的地标型建筑洛克菲勒大厦，我们准备上去看夜景。1939年建成的，确实高啊！成人多少钱一张呢？这么离谱的吗？2张票190到230美金，那不是1400？哇！我们有其他的办法。你买的这个靠谱吗，老婆？试一下就知道了。哦，来刷一下。You gotta show these to everybody when you go upstairs, okay? OK。快速通票，这就叫牛逼 VIP。哇！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呢？我们先坐进来了。那是帖子。刚突然被帖子认出来了。太不好意思了，看了我们这种 VIP 的位置，我有点羞耻。Thank you。哦，这是上顶的了吗？哦，好。哇，这个电梯好有效果，这我能感受到它的高速运转，我真的看得到哎！我去！哇！牛逼！哇，我们已经出来了。刚刚那个60几层楼啊，我感觉只用了30秒还是40秒就上来了，应该已经是上到顶了吧？啊，这是纽约的全貌了。今天天气好啊，也是真漂亮啊！哇，在这里举行结婚仪式吗？也是够浪漫的呀。遇到2帖子，正好帮我们介绍一下。然后那栋写字建筑就是，反正纽约数1数2贵的一个公寓楼。得多少钱啊？这个买的话，几亿美金吧，因为它直接面向前海，然后因为它在中城。那栋建筑最近被楼的住户起诉了。你说这栋吗？对，这一栋。为什么？因为他们说现在在那个楼里面，他们有检测出来那个有裂缝楼，他们现在就索赔跟那个房地产商索赔，我不知道是多少亿美元。他们其实也是公寓的，对吧？是，应该也是公寓，就是住户。我觉得这里面的应该都全部是明星什么的吧？是的，有很多，我猜的，就像 Taylor Swift 这种级别的大咖的那种。祝铁子们早日买上这种东西。OK。是从法拉盛搬来这里。铁子们比我们有机会，铁子们工作已经找到了，第一步已经完成了。这个。我们还在走线的。我们还在走线的过程当中。走线。来，铁子们录个言啊。所以啊，
纽约1000元的挑战就结束了，确实超支了不少啊。纽约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贵的，如果真要再加上我们的住宿的话啊，是远远拿不下来的。另外啊，现在我们已经离开纽约州了，我们正在一个纽约州外的服务区，我们租了车，准备开始接下来的探索。其实纽约这2集的故事啊，让我感觉特别明显的就是纽约这座城市是一座夹杂着尿骚味的时尚城市。你知道吗？做自媒体我非常明白，如果说我把一个城市形容的非黑即白的话肯定流量会大得多。但其实做了这么久的自媒体，我更愿意去还原这个城市的一个灰度吧。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可能更接近一个城市的真相。就这几天我们在纽约的旅行，就让我有一种很奇妙的错觉。有时候我像走进了一部那种老电影，然后但有时候又像走进了一场未来派的实验剧。其实说实话，这几年我们也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了，但是从未像在这几天纽约的旅行一样，见到那么多奇怪的人类，就像参观那种大型人类博览会的感觉。对，就对我旅行者来说，真的是又好奇又兴奋。对，如果说眼睛观察到的是10分，你拍出来只有5分，再减掉其中的3分，只能表达1分。那最后我们来报一下幕吧。好吧，我们是柳叶桥时，今天是我们百国旅行的第932天。我们现在在美国的新泽西州。最后我们会陪你走过4年的时光。